如果我说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个闪光灯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看的影视闪光灯，你能同意吗？当然了，这个最好看只是我个人的标准。不过你看这个尺寸啊，还有它这个颜色、这个造型如此可爱，你能想象到有几个闪光灯可以跟它有一拼？所以呢，这期视频并不是一个闪光灯的评测视频啊，毕竟一个发布快10年的闪光灯也没什么好评测的。接下来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当成一个摄影考古和摄影情怀的作为一个分享视频啊。在做这个视频之前呢，我还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包括 YouTube、包括 B 站，好像还没有一个中文博主聊过关于这款灯的任何信息啊。其实这个视频早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应该做，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在易贝上面买到这个灯，只是录了一个简短的开箱，然后这些视频素材呢一直存在我的硬盘里头。这个灯呢，我想可能有像我一样老的这种会上闪着博识这个网站的这些朋友们可能已经认出来了啊，它就是这个 Positvav 公司的 DJB， 就是数字小蜜蜂。就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灯呢？你说我缺灯吗？我一点都不缺灯，而且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其实这种需要用灯的工作，所以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灯呢？单纯是为了一个情节和情怀啊。这个说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在2012年左右，我相信玩灯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网上有一个叫闪着博识的这么一个网站，是由 David Hobby 这个摄影师创立的。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在这个上面学习一些这个灯光的知识。我记得好像那个年代在国内的话，一般大家用的灯无非也就是这些像金贝啊，然后什么金鹰啊，进口品牌就是这个像爱玲珑，然后宝富图，然后这个布朗。但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闪着博识上这个知道啊，如果是在同时期的北美呢，大家都会用这个我现在手里这款灯的这个前身啊，叫 Alien Bee， 就是小蜜蜂。它当时在北美的地位就类似于像什么金贝这种级别，就是基本上所有一些入门的这种小的摄影工作室、灯光爱好者会入门首选的那么一个灯。当时 Alien Bee 那个灯在北美如此火，为什么在这个大陆没火起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它是只有110伏电压的，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灯友来说，这个转换电压是很不方便的。当时在闪着博识上最火的是另外一款灯啊，也就是我手里的这个。当然我把这个 logo 贴掉了，就是爱因斯坦1640啊，售价599美金啊，就是在当年这个价位里面，基本上是性价比无敌啊。无论你参数什么的，具体我就放在屏幕上啊，就是大家看一眼。我记得当时跟它能对比的只有这个 Profoto 的 D1 单灯头500瓦的，因为这个灯是640瓦嘛。然后它无论是在这个闪光持续时间，然后包括它的回电速度，包括它的功率，包括它的体积。各方面都是非常强劲啊，所以当时这个网上就是很多我们这些灯友都非常热衷。当时买这个灯呢，都是让朋友从美国带，或者是当时我记得淘宝上还有几个专门做代购的。我还是想提一下这个灯的公司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做这个灯的公司的名字和这个创始人就叫 Positvav。这个老爷子特别狠啊，他最早是一个录音工程师，做音乐的。我觉得也是因为出于爱好，他后来做了一个这个 Positvav 这个影视灯的这个品牌。然后它最早的一款产品应该是 White Lightning， 比较传统的那种挺大的这种影视灯。我手里拿这个 DJB 的前身 Alien Bee 是在2001年的时候推出的。那个时候，当时一推出这个闪光灯就炸了。为什么？因为当时那个年代能做出那种5颜6色的，并且价格又合适的这种灯，其实真的就是掀起了一股风潮。所以整个北美市场基本上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灯。那么到2010年的时候 ，Positvav 就发布了我认为是他们公司史上最拳头、最重量的产品，就是这个爱因斯坦1640啊。这个灯解决了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它是一个110伏到220伏的一个宽电压的适应，这就让全世界的各个地区的灯友不用为转换电压而感到发愁。然后，并且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性能参数完全拉满，体现了 Positvav 这个公司黑科技的这么一个精华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菜单的界面，然后它的整个引闪系统。我觉得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放在2025年的今天，也没有公司在做这样黑科技的产品啊。然后到了2015年，一个悲伤的消息就是，公司的创始人 Positvav 老爷子去世了，享年78岁。在他去世1年之后，我手里的这款灯 DJB 就接替了他老大哥Alien Bee 的这个使命，它延续了这个当年 Alien Bee 的这种5颜6色的造型，一共是4个颜色吧，黑色、蓝色、绿色和黄色，就是橙色，并且呢，它的这个体积
并且它的体积比原来的这个 A0B 更加的小巧。然后它还改进的是一个78瓦的 LED 的造型灯，完全数字调光啊。它原来 A0B 是一个模拟调光，它是有2个版本，一个是这个 DB400，就是160瓦，还有一个就是 DB800，就是320瓦。我会把这些详细的这些技术参数放在这个屏幕上，大家如果有对这个灯的参数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啊。然后 PCB 公司在头几年又发布了一款新的产品啊，是一个外拍灯。我觉得那个灯我都不想过多介绍。我觉得老爷子去世之后，这个公司的这个灵魂就不在了。他后面出的那款灯，在这个宣传视频上直接就开始对标神牛 AD600。我不是说神牛 AD600不够优秀啊，这也是现阶段的一个历史的趋势啊，没办法，现在基本上这个以视频为主的这个年代啊，就没有几家公司会再花时间成本和精力去研究这个影视闪光灯啊。我觉得真的影视闪光灯已经属于一个夕阳产业了，就是真的是国外的这些摄影师，我看也越来越多的基本上都去转投神牛了啊。说起来现在还在用 Positbuff、爱因斯坦和这个他家这个 A0B、DJB 这系列这些摄影师，真的都可以算有摄影这个影视灯情怀的这些灯友们了。就是当年我记得他当时一发布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如此小巧的尺寸，你知道吗？就如此骚气的颜色，真的是很想拥有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内就是总转换电源也很不方便，虽然我很早就有这个它的这个 Vagabond 的这个户外的外拍电源可以给它供电啊，因为这个输出110伏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麻烦，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有没有人用这个灯。如果有用这个灯的朋友看到，可以大家在底下交流一下。但是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想法放下了。那时候反正因为在国内，平时我的小的拍摄，我全都可以用我手里的几支这个爱因斯坦来这个完成，然后大的拍摄就全部租 Profoto 和 Broncolor 这种灯了。所以其实这都是玩具嘛。去年啊，就是大概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一天逛易贝啊，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易贝就给我推荐这个灯，价格当时易贝上面价格是239美金，然后他还送一个这个就是我现在后面那个7寸的罩子，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也好像应该这个触发器应该是和这个 DJB 同时发布的，叫 CST2 这个引闪器，看这么小。我当时为了追求这个尺寸，特意让一个从美国上学的一个朋友帮我带了一个这个引闪器和接收器啊，就这么一套，加后面那个罩子，一共是239美金，运费加关税花了我70美金，所以到手价是314美金，人民币的话就去到2000多。然后这个灯到手之后呢，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大部分时候呢是拿来把玩。就是分享一些拍摄本身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不是成色的吗？我就在淘宝上定制了这么一个这种内胆啊，你看我正好可以把它放进去，看刚刚好。然后这是电源线，包括我这个引闪器，然后这个是那个就是 Cyber Commander， 你看它甚至还包含了一个测光表在后面，就这个小兜。啊，这还有一个原厂的挂绳，也是我来加拿大收那批器材的时候人家给的。看，就全在这一个包里面，重量非常轻，我一拎就走了。忘了我还可以放一个伞罩进去，看，这么一拎，再带一把伞，基本上就随便拍点这种肖像啊什么的就都够了。然后呢，这个伞罩装上去就是这样一个效果。看。跟我脸差不多大吧，够不够小巧？并且呢，作为外拍功能，对吧？我觉得这2个组合才是最好的。虽然这个电池有点大啊，但是好歹还能给笔记本供电，对吧？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这么用的话，我需要外拍，或者是我去了一个我不想扯很远电线的地方，其实我就可以带着这个我的户外电源。其实我这个电池是不怎么用的。把它挂在这儿，开机，这就亮了。这个调光这个单位比较奇怪，然后最低是可以到-6.0F， 应该是多少瓦？我把那个参数到时候放下。这个就是最亮的状态，然后这个电池还是可以支持的。我觉得用这个灯。一般也没有人把它开到全功率去输出。这个灯买完之后，我用过2次啊。其实我现在的使用，对它来说使用场景是，上次在棚里拍照的时候，我把它作为一个辅光，把它的造型灯开到最亮来辅助对焦，作为一个吉祥物，还是非常不错的。OK， 大概聊一聊关于这个灯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其实回到现实，
就是如果说在2025年今天我推不推荐这款灯，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你就别惦记这个灯了。然后如果你在北美的话，然后从实用角度来讲的话，也别买这个灯，同价位选一个神牛什么的，老老实实用着干活回本挺好的。那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呢，对这个 Positbuff 这个公司有情怀，然后也喜欢这种挺怪的这种东西的，可以买啊，可以买作为一个玩具啊，然后平时拿出来把玩，偶尔适当回本，就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主力的生产力工具。然后顺便提一嘴啊，我前段时间又在本地 Facebook Market 上面，在一个老摄影师阿尔巴尼亚人手里头又收了这个3只这个爱因斯坦和一堆乱七八糟附件啊，包括这个用的这个 Avenger 的 C 架也是当时收的。我现在手里头就一共有9个爱因斯坦，再加一个这个DJB， 我一共现在有10个影视灯啊。就是作为一个闲置退休摄影师，我也不知道我要这么多灯干嘛，但是我总感觉我好像得就留着备着，然后可能放着这些灯，可能就会一直陪着我慢慢变老。然后我觉得就是，虽然你可能不怎么用它，但是你就觉得它就是你的一些回忆，就像一个老朋友一直在那儿默默的等着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出来替你完成它的使命。对，好，这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一个不测光、不测试、情怀闲聊、摄影考古的视频。如果你也还在用 Positbuff 这些灯，并且有一些情怀小故事想要分享，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感谢观看今天的视频，我是老庄，咱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